在佛教，任何东西都是因缘聚合之物。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那么定然会具有某种缘分，反之则说明你们之间没有缘分。而佛法也是一样，佛法教人智慧，教人觉悟，修造正因，收获正果，于人幸福。不过有人就是不感兴趣，或者因为难以持戒守律，或者心沉叠叠，躁动不安。那么什么样的人定然能够与佛法有缘呢？又有哪些有缘人定能成就佛法呢？有佛性的人骨子里会有这4种特征，无论信不信佛都应该了解。关于佛性，自古以来就有2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佛性如同空谷幽兰，与生俱来；也有人说佛性如同千年古井，需要不断清淤才能见到清泉。究竟佛性是天生就有，还是后天修得？一个不信佛的人是否也可能具有佛性？佛性又有哪些特征？一座僻静山门外，一位青年正坐在石阶上发呆。这个叫大智的年轻人从小在寺庙长大，却始终对佛性这个问题充满困惑。佛性在佛教中是一个极其深奥的概念。大般涅盘经中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千百年来一直是修行人追寻的明灯。佛性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内在的品质。它超越了宗教的界限，是一种纯净的心灵状态。在寺院的后山竹林里，一口古井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井台上长满了青苔，井水却依然清澈。这口古井见证了无数求道者的困惑与顿悟。明心法师常在这里为人解惑，今天也不例外。师父，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智恭敬地说，什么是佛性？它真的和信仰无关吗？明心法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大智往井里看。井水初看浑浊，打水搅动后却渐渐清澈起来，能映照出天光云影。这一幕景象恰如人心中的佛性。在大般涅盘经里，佛陀用一个奇特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道理。话说有一天，阿难尊者正在精舍里打坐，一位面带愁容的青年走了进来。这个青年名叫善明，是王舍城一个普通商人的儿子。尊者，我心里很困惑。善明对阿难说，我从小在佛法中长大，可我发现有些不信佛的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反而更接近佛陀所说的境界。比如隔壁的老张，他不信佛，却常常周济贫困，还有集市上卖布的王大娘也不信佛，但他待人诚实，从不欺瞒。我就想不明白了，难道佛性真的和信不信佛没关系吗？难听完微微一笑，善明，你来得正好，世尊曾经专门开示过这个问题，我带你去找佛陀印证。当时佛陀正在竹林精舍为众人说法，善明跟着阿难来到佛前，
将心中疑惑禀告给佛陀。世尊听完，目光慈悲地看着善明说：善哉，善哉，你能提出这个问题很好。来，我问你，大地上的黄金是不是只有被人发现了才是黄金？善明摇摇头，不是的，世尊，黄金无论是否被发现，它的本质都是黄金。佛陀点头道：佛性也是如此，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具有佛性，就像黄金埋在地下依然是黄金一样，只不过有些人的佛性比较明显，容易被看到；有些人的佛性比较隐蔽，需要特殊因缘才能显现。这时，一旁的迦叶尊者问道：世尊，那该如何分辨一个人是否具有明显的佛性呢？佛陀说：迦叶，你且听我说，在很久以前，有个国家叫摩羯陀，国王有一颗稀世珍宝，他想考验大臣们的眼力，就把这颗宝珠和其他普通的石头混在一起，让大臣们来辨认。大臣们看了很久，都说分辨不出来。这时候来了一位擅长识宝的老人，他只看了一眼就指出了真正的宝珠。国王很惊讶，问他是怎么认出来的。老人说，真正的宝珠有4个特征。第一，它在黑暗中也会发出光芒。第二，它不会因为泥土的污染而失去光泽。第三，它放在水中时水会变得清澈。第四，它能够映照出其他物体的影像。佛性也是如此，具有4种特征。佛性的第一个特征是慈悲心，这种慈悲不是简单的怜悯，而是发自内心的悲悯。就像《金刚经》所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一种不求回报的大慈大悲。在佛教典籍中记载，佛陀时代有一位名叫迦叶的弟子，他出身婆罗门高种姓，本可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他见到众生疾苦，毅然放弃荣华，跟随佛陀修行。他不仅自己修行，还经常深入贫民窟，为穷人治病，传授农耕技术。正是这种无私的慈悲，让他成为佛陀的10大弟子之一。真正的慈悲是超越了分别心的大悲，不是因为觉得对方可怜才帮助，而是自然而然地去帮助。就像春雨润物，不分草木，这种慈悲心往往体现在生活中最平凡的细节里。比如山下那位照顾流浪猫狗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他不是为了积德，也不是为了名声，只是单纯的不忍见到生命受苦。这种发自本心的慈悲，正是佛性的体现。佛性的第2个特征是智慧。心经说，般若波罗蜜多，意思是到达智慧的彼岸。这种智慧不是世俗的聪明，而是能看破事物本质的般若智。就像竹林中的竹子，普通人看到的是竹子的高低，有智慧的人看到的是竹子的品性。
竹子虽然坚韧，却不失柔软；虽然空心，却能承重。这种以柔克刚、虚怀若谷的品质，正是智慧的象征。维摩诘经中记载，维摩诘居士虽然不是出家人，却以其超凡的智慧，连文殊菩萨都敬佩不已。他明白世间万物的真相，却不执着于向他了解众生的烦恼，却不被烦恼所困。这种智慧让他能在红尘中自在地生活，却不被红尘所染。在日常生活中，智慧的表现往往出人意料。有一位禅师，弟子问他如何是佛，禅师不答，只是继续扫地。弟子又问，禅师依然只是专注地扫地。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佛性就在日常生活中，在专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知道多少，而在于看得透彻。就像井水澄清时能映照万物，智慧的心灵也能照见事物的本质。这种智慧不需要通过学习获得，而是通过净化心灵自然显现。当晚霞染红天际，竹林中传来阵阵清风，明心法师看着波光粼粼的井水，缓缓说道：而这两种特质，慈悲和智慧，只是佛性的外在表现。真正能让人成就大道的，还有两个更深层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说是修行人最难突破，却也是最珍贵的境界。第三个特征是平等心。明心法师说，你看这井水，无论倒映天空还是游鱼，都一视同仁。这竹林中的竹子，无论高矮粗细，都平等地沐浴阳光，吸收雨露。平等心不是表面的一视同仁，而是从内心真正认识到众生平等的道理。一个有佛性的人，不会因为他人的地位、财富、学识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他们眼中，一切众生都值得尊重，都有成佛的可能。大智若有所思，这样的平等心确实很难做到。明心法师点头道：是的，这需要很深的修行。但更难能可贵的是第四个特征，无我。无我是佛性中最深奥的特征。所谓无我，不是否定自己的存在，而是超越了小我的局限。就像这竹子，虽然根深叶茂，却从不炫耀自己，虽然傲立风中，却不居功自傲。它们的生长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真正无我的人，做善事不是为了积德，说好话不是为了赢得赞誉，帮助他人不是为了回报。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就像清泉自然流淌，月亮自然发光。明心法师指着井水继续说，你看这井水，它不会因为谁来打水就变浑浊，也不会因为没人来打水就不再清澈。这就是无我的境界。这两个特征是佛性最核心的体现。
有了平等心，才能真正超越人我之别，有了无我的境界，才能真正证得大道。大智问道：那这些特征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修来的呢？明心法师微笑着说：佛性如同明月，虽被云遮，本体不改。每个人都具有这些特征的种子，但能否开花结果，就看个人的修行了。有的人尘缘浅，这些特征自然显现；有的人尘缘深，需要通过修行来显现。就像这口古井，有的人天生井水清澈，有的人需要不断汲水，但只要用心修行，终究能见到井水本来的清澈。夕阳西下，竹林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中，古井水面波光粼粼，倒映着天空的晚霞。大智看着这一切，仿佛明白了什么。佛性不在经文的诵诵中，不在香火的礼拜里，而在平常心中。它可能藏在一个善意的微笑里，藏在一次无私的帮助中，藏在对生命最朴素的尊重里。就像竹子，只要根深叶茂，自然就能傲立风中。佛性也是如此，只要心地清净，自然就能显现光明。这光明不分信仰，不分身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珍贵品质。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像明心法师说的那样，保持平等心，达到无我的境界，让本性的光明自然显现。接下来我说的这段话，有佛性的人一听就懂。无数的修佛人都因为听了这段话，拯救了他的灵魂。禅有84000法门，也就是从此岸到彼岸有84000种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6种方法被称为六度法。当然，在正式讲六度法之前，一定要掌握一些基本功，比如先弄清楚6根，眼耳鼻舌身意。如果连6根都没弄明白，接下来的修行又从何谈起呢？6根对应着宇宙中的6尘，即色声香味触法。眼睛看颜色，耳朵听声音，鼻子闻香气，舌头尝味道，身体感知触觉，意念有方法。6根接触6尘后，就会产生6种反应，称为6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其中意识一词最为人熟知，而眼识、耳识等往往被忽略。我们常说，你意识到这件事了吗？这其实源自佛家之说，一旦有了6识，痛苦便随之而生。为何？因为有了分别心，眼能见色，便有好坏之分。这个颜色好看，那个颜色不好看，耳能闻声，便生喜恶。这人说话好听，那人言语刺耳，烦恼由此而生。若是盲人，看什么都一样；若是聋人，也就无所谓好听或难听。6根、6尘、6识进一步形成6界，即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识界，界限由此产生。因此，《心经》
云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许多人无法准确理解这一句，其实乃至二字省略了无耳界、无鼻界、无舌界、无身界等，其含义正是超越一切界限。如何才能从痛苦的此岸到达安乐的彼岸？禅宗告诉我们，有6种方法，称为6度法门，亦可比喻为6艘船。你只要坐到这6艘船上，就能把你从此岸渡到彼岸去。第1艘船叫布施，布施分3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的智慧，无畏布施的健康长寿。第2，持戒，就是当你根本都不知道去找谁学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拜谁为师的时候，你就持戒。戒酒、戒烟、戒色、戒赌都是戒，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要持戒。你只要时时刻刻守住这个戒律，不会有大问题。第3是忍辱，当别人侮辱你、骂你，甚至动手打你时，你能忍住，这算不算本事？还不算真正的大本事。真正的大本事是，当别人捧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忍住？比如有人对你说，李总，您真了不起，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楷模，真是优秀的企业家。如果你忍不住，就容易飘飘然，乱投资，最终导致失败倒闭。许多女性为何容易被骗？就是因为男人甜言蜜语的夸赞，你真漂亮，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身材绝佳。如果忍不住，就容易陷入圈套，最终吃亏受伤。所以从今天开始，大家都要学会一种本事。当你想发脾气时，忍一忍；当你想贪吃贪玩时，忍一忍。忍住才是真正的智慧。第4，精进，永远不要忘了每天进步一点点。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往床上坐5分钟，别胡思乱想。刚开始做5分钟，做不到你就做1分钟，别胡思乱想。再变成2分钟，再变成5分钟，然后你看看能不能做到20分钟，不胡思乱想。时间一长，我告诉你，你的能量爆棚。第5，禅定，你如果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你不会被外界的各种虚幻的那些相所迷惑，你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你清楚地明白。第6，般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大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是大智慧。大智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人拥有了这6个波罗蜜，就是6艘大船，就可以让你从烦恼的此岸到智慧的光明的无量光无量寿的快乐的彼岸去。言外之意就是从没有开窍到开窍，6艘船带你一路畅行。在熙攘的尘世中，修行人如同一股清流，他们或许并不显眼，但总能在不经意间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气息，在喧嚣的尘世里，让人忍不住驻足凝望。
他们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刻意的炫耀，却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内在光芒。这些人，我们常说他们是修行人。古往今来，修行之人总是给人以神秘和敬仰的感觉。他们或许身着朴素的袈裟，如唐僧般历经9981难，步履维艰，却始终心向佛祖；或许如庄子笔下的逍遥游者，超然物外，不问世事。但真正让人一眼就能辨识出的修行人，并非仅凭外在的装扮和行为，而是他们内在散发出的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是经历了风雨洗礼后的淡然，是看透了世间繁华后的从容，是在纷扰中保持的一份清醒和自信。正如六祖慧能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真正的修行人，不在于形式上的执着，而在于心灵上的超脱。然而，这样的认知也会引发一些质疑。有人可能会说，现代社会节奏快速，人们忙于奔波，哪里还有闲暇去修行？更有人可能会反驳，修行不应该是脱离世俗，遁入深山吗？这样的观点看似有理，实则是对修行的误解。修行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世俗的生活，而是要我们在世俗中找到一片心灵的净土。如同孔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修行是一种日常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它不需要我们远离人群，只需要我们在心中种下一颗智慧的种子。诗人王维在《鹿柴》中写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他在深山中的隐居生活，看似与世隔绝，实则是一种内心的修行。他在自然中寻找心灵的平静，在诗意的栖居中感悟生命的真谛。因此，真正一看就是修行人的人，他们可能并不张扬，但他们的内心必定是平和而充实的。他们在繁华中保持一份清静，在平凡中显现一份不凡。他们的生活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接受，但他们的存在却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一看便知是真正的修行人呢？修行人往往有着平和宁静的气质，他们不被世俗的纷扰所动摇，内心如同明镜一般，映照出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的脸上常挂着淡淡的微笑，那笑容中透出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爱。正如古人所言，心静则明，水直乃能照物品超思远，云飞而不爱空。修行人的内心世界就如同那止水一般，清澈而深邃。然而，修行并非一味追求内心的平静，真正的修行人也敢于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他们在逆境中修炼心性，在挫折中磨练意志。他们知道，修行之路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荆棘与坎坷。但正是这些磨难，
让他们的修行之路更加坚实，更加深邃。修行人往往有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他们关注着世间的疾苦，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善举或许并不轰轰烈烈，但却能在细微之处温暖他人的心灵。正如释迦牟尼佛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修行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这一佛教真言。然而，修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有些人看似修行，实则只是表面功夫。他们或许会刻意表现出一副超脱世俗的模样，但内心却仍被欲望所牵绊。这样的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修行人，但实际上却并未真正踏上修行之路。真正的修行人是那些能够在生活中保持清醒与自律的人，他们不会被世俗的诱惑所迷惑，也不会被外界的干扰所动摇。他们懂得如何平衡内心的欲望与外在的规范，如何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一颗清净的心。修行人的智慧往往体现在他们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上，他们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洞察出事物的本质，他们能够从生活的点滴细节中领悟出人生的真谛。他们的智慧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也照亮了周围人的心灵。修行人还往往有着谦逊的品质，他们知道修行之路无止境，自己的修行还远远不够，因此他们总是保持着一种谦逊的态度，虚心向他人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修行境界。这种谦逊的品质让修行人更加受人尊敬，也更加能够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修行伙伴。当然，修行人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他们或许在人群中并不显眼，但他们的气质和修养却总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透露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世界的热爱，他们的每一个微笑都如同一缕阳光，温暖着周围人的心灵。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修行人如同一股清流，他们用自己的修行实践影响着周围的人，也悄悄地改变着世界。他们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修行并非远离尘世，而是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真正的修行人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他们不被世俗所困，不被欲望所扰，他们的内心如同明镜一般，映照出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用自己的修行实践诠释着生命的真谛和价值，也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在这个看似浮躁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修行人，不必刻意追求形式上的修行，只需在心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土。如同古人所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静默中修炼自己的心灵，在简朴中培养自己的德行。所以
下次当你在人群中遇到那个看起来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不要轻易下结论，他们可能就是那些在尘世中默默修行、用心生活的人。他们的存在提醒着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可能。正如那句古老的诗句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修行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者，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灵山。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万物皆佛性，物在平常间。愿我们都能在尘世的修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智慧，以平和的心态活出最美的风景。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